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相信很多头发自然卷都很苦恼，为什么自己生了一头卷发，羡慕身边直发朋友的柔顺丝滑，而自己乱蓬蓬的像一团草，还不好打理，每次去理发店拉直，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几天一过又变卷了。那从面相角度分析，女人头发自来卷的命运好吗？不同发相的人命运如何？今天大佬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一、女人头发自来卷命运如何？自来卷又称自然卷，是一种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天生头发长成卷状的发型。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命运如何呢？一、比较聪明。拥有自然卷的人比较聪明，充满活力，货带冲劲，不拘小节，性格直爽，热情大方，乐于和他人分享，做事有干劲，行动力强，敢于冒险，但是为人有点固执，脾气有点暴躁，易冲动，有时也喜欢打抱不平，容易得罪人而不自知。像这种人一般很脚踏实地，而且也是比较低调的人。他们这样的为人处事方式，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有魅力，令人羡慕不已。二、充满灵气。他们就是那种在一些紧要关头的时候，能够懂得如何淡定处理的女孩子。这类人为人处事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让人比较崇拜、钦佩的品质，而且能够很自然地流露。那么这样也导致了别人想要学都无从下手。三、事业运势。头发天生自然卷的女人，事业运方面也会比较好。一来是会有贵人帮助，二来自己也有努力。这年头里最令人惊讶的是，就是比你有才有能力的人，却还比你更努力。通常这类女人就是这样，虽然自己很有能力，但还是很努力，这样自然容易收获得多，可以在某一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事业发达，而且他们的财运不错，一生吃穿不愁。四、感情运势。他们桃花运旺，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但是易惹烂桃花。如果处理不当，感情和婚姻会有波折，但最终感情能平顺和睦。二、不同发相的人命运如何？一、发际线低垂。发际线低垂也就是额头低窄的面相。额头又名天庭，代表了人的智力、运势与前途。阔额之人为智慧型，窄额之人为理想型。额头低窄的人更喜欢追求完美，缺点是目中无人，喜欢攀援，爱虚荣，喜出风头。发际低垂的面相绝少有成功者，无论商界还是政界，特殊额头低窄的面相必须有其他五官辅佐才能成功。如果发际线低垂而有鼻梁细小的，则一生难以发达，心性贪婪，贪名，贪利，贪色。二、前不遮额，后不压颈。后不压颈指的是后脑的头发，发际线一直长到脖子上，此为压颈。如果是头发压颈的面相，则代表其人性格倔强，脾气大而耿直，一生多有挫折与磨难，早年运势不起，中年运势可以。三、发旋多少面相。正常的发旋应该只有一个，发旋是宇宙生命所特有，因为整体宇宙都是旋转，因而自然化生出的生命自然带有旋转的特征。这里是能量与智慧，人体的百会穴就在此处。头旋过多的，一般做事容易失去理性，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偏好，容易有不良嗜好，或者早年运势不起。如果发旋过于偏于一边的，这是体质较弱的人，
带有先天的隐疾。4. 头发弯曲的曲发，东方人多以头发顺直为主，但也有少数曲发的人，天生的弯曲头发。曲发的人多数性格暴躁，不耐基础，一生多难，做事充满激情，面对情爱与性爱也同样不遗余力。刘恒柱曲发多好色，一般行动能力强，物质生活如意。5. 发际线不整齐。发际线面相学称作火星，火星在六亲代表父亲，在个人代表前途。如果发际线参差不齐的，或者有美人尖的，或者发际线偏斜的，这都是克夫的特征。刘恒柱额角参差先丧父，山根低陷损爹娘。发际线向左偏斜的克夫，发际线向右偏斜的克母。6. 发际线高。发际线高高的同时也代表额头宽大，这就是相书所说的天庭饱满。刘恒柱天庭饱满，吃官饭，地阁方圆，掌大权。面相判断一个人的贵显，以额头、眼睛、颧骨为主；看一个人的富裕，以鼻子、两仪、下巴颏为主。发际线高的一般多智商高，高智商多阔额，低窄额头鲜有做科研或者学术的。额头开阔的面相，无论男女皆属好面相。正如刘恒相书所云，男阔金，女阔银，阔头女子最难寻。我们的智力传承于母亲，如果母亲的智商高，那么所生的子女一定智力高。这也是为什么富人多偏好娶高等学府毕业的女子为妻的秘密。7. 头发细软。头发粗硬的性格刚直，脾气大。那么相反，头发细软的则感情细腻，做事精打细算，有的放矢，内心缜密，善于察言观色，能屈能伸。在爱情方面能够体贴对方，人缘好而多才多艺，一生多比较富裕，命运平稳，性格平缓。8. 鬓角头发粗硬。鬓角位于两耳上方的头发，这里的头发如果粗硬，梳理不下去的，这都是性格执着的人，做事鲁莽居多，不能有条理的做事，多冲动做出选择，极少有从事幕后策划或者创造性工作的，多做业务与小领导居多，难以服众，但能够带领众人做事。9. 头发厚薄。胖子头发不宜过少，而瘦人头发不宜过多。刘恒柱如果是肥人头发过少的，肥胖多有脾虚所致。本身胖胖的人肾气不足，而头发又为肾的外观，一旦头发再少了，那么对肾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容易肾虚不举，所以肥人不可无发。相反，瘦人肝气旺盛，性格多执拗。如果头发浓密粗硬的，这是肝气亢盛的人。对于瘦人来说，发浓则肝气过于亢进，一生多灾多难，感情生活不稳定，并且影响身体健康。当然，面相仅仅作为运势的一个参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常说相由心生，运势会随着我们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后天不努力，即便有再好的面相，人生的运势也会逐渐改变。殊不知，一些面相上的缺陷也会导致事业上出现阻碍。在面相中，有几个重要的部位代表了一个人的事业运。假如这些部位上有缺陷或出现问题，事业上就会屡屡失意。
今天大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容易遭遇事业失败的面相。天仓凹陷，在面相中，天仓代表贵人运，主一个人在人生中能否得到贵人相助。若此处凹陷的话，则说明其人只有靠自己勤奋努力才能成功，很难得到贵人的扶持和提携。故此，这一类人的生活会无比艰辛和劳苦。山根低陷，山根位于印堂下方，并且正好与两眼之间的距离，故此面相的山根部位代表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事业基础。如果一个人山根呈现低陷之势，说明其祖业差，福禄不足，各个方面的基础都不是很好，因此也就不具备自主创业能力，只能做普通职员，适合做一些比较基层基础的辅助工作。另外，这类人的投资理财能力也不是很强，如果勉强为之，则有可能遭遇失败。颧骨不明，面相上颧骨体现一个人自信心和领导能力。如果一个人颧骨不明显，或者外表有缺陷的人，其人自信心不强，缺乏杀伐决断，很难起领导作用，也就很难团结一帮人，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准头低垂的人，准头也是面相上衡量一个人自信、自尊、自爱的标志之一。同时，准头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人际交往关系。一个人的准头低垂，往往缺乏自信和自尊，表现在为人行事也不光明磊落，难以得到众人认可。同时，其人也不善于理财，即使有钱也总是守不住，故此事业上容易遭遇失败。法令断续，面相上的法令体现出一个人发号施令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法令纹弯曲，老是断断续续连不上，则说明其人缺乏领导才干，不能很好的统领他人，事业也总是因此而陷入困境。地格歪斜，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往往不善于与人交往，因为性子较直，常常因为不懂得委婉圆融，而使得自己的人际关系陷入紧张的状态，故此不适合担任领导，也不适合自己开创事业。如果勉强为之，则事业容易遭遇失败。地库有恶志，地库也为财库，如果此处生有恶志，体现出钱财进来终会散尽，多是内鬼，较容易被朋友或者亲近的人连累。如果任有公职，也容易遭遇他人陷害，以至于连个人名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手掌太大，手掌适中且柔软红润，则表示其人比较富足，运程坦荡。手掌太大的人不精明，缺算计，虽然致力于事业，但发展过程多反复，故此也属于容易遭遇事业失败之列。无名指和小指指纹为奇形，无名指和小指指纹为奇形的人脾气暴躁，意志力薄弱，做事情不能持之以恒，一遇到挫折便想放弃，这种人最容易失败。指甲呈贝壳形，指甲前端较宽，呈贝壳形的人不能吃苦，喜欢享受，只要稍微受一点累，便会怨气十足，或者是压力稍大，便心情郁闷，精神萎靡，做事很难大有成功，比较容易失败。命运线在感情线处停住，命运线也称为事业线，掌管着人的事业成败。命运线以直肠清晰为佳，假如能自手掌底部开始，一直延伸到中指或无名指根部，期间没有障碍线穿过，其人会在事业取得很大的成就。而假如命运线终止于感情线处，其人则会为了感情而不顾一切，容易为了感情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人生招致重大失败。健康线断断续续，健康线起自手腕线，穿过月丘、火星平原，一直向水星丘延伸，也有一些健康线起自生命线，然后向水星丘延伸。由此文献可以了解人的体力是否充分，身体机能是否健全，是否疾病的发生等等。
假如健康线倾细而长，呈一直线，中间没有断裂，也没有凌乱，也表示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并没有疾病发生。而假如健康线断断续续的话，则表示其人身体衰弱，精力欠佳，常因为身体生病而影响工作，做事情容易失败。其实一个人的事业好不好，除了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看出，还与一个人的流年运势有关。从命理学角度分析，这几个生肖的人在2020年事业多不顺。生肖属的主要原因是犯本命年，本命年是一道鬼门关，能够平平安安度过本年已是万幸。至于事业方面，也是多阻碍，整年运势太凶，做什么事都容易走背运，所以出现事业破产、一败涂地的可能性最大。生肖兔遇到的是勾角煞，俗称勾神，也是太岁12神主星。勾角煞顾名词义，勾者牵连之意，角者羁绊之名，指钱财被天罗地网的勾角羁绊，无法打通财路，在获取财富上到处勾勾绊绊，伴随刑太岁的勾角煞破坏财运，导致破财败财，意外被骗，投资失利，挣钱异常艰难。生肖马的财运最凶，遇到太岁12神中专破财的大号凶星，凶如其名，专门破坏财运，导致整年财运大凶，多主破财败财，投资失利，变配破财，无妄之财等。切记千万不要拿工作的血汗钱去投资，以免血本无归。生肖羊主要是犯太岁，出现财运破财的主要原因是六害者身体差，婚姻乱，因为意外事情影响工作而产生破财，甚至破产，并非自身工作能力不足，而是客观条件出现自己有力无处使，引起的破财败业也和十羊九不全的命理有关。生肖鸡遇到岁破劫财煞，岁破星也是太岁12神主星，伴随太岁而来，主要是财运方面遇到破太岁，出现了岁破煞。岁破煞主破财败财，严重破坏钱财运势，容易引起投资失利、被骗破财、意外破财等。生肖狗，因为天狗破财，天狗星是太岁12神主星之一，影响甚大。天狗食财出现在财运宫，钱财运势大凶，天狗食财破财败财，财路受阻，财库被破，容易引发投资失利，被骗破财，无妄破财，挣钱不易，存钱难等。就会有特殊的手掌掌纹出现，这些特殊的手相肯定有着不同的寓意，暗示着人们独特的命运秘密。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进一步认识手上哪些纹是千年罕见的暴富纹吧。一、食指下方出现心形纹。若是一个人食指下方出现心形纹，这也是一种暴富手相特征。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能吃苦，工作能力强，在事业初期稳扎稳打，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不过待到自己积累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后，一旦抓住了商机，将能够收获巨大的财富。二、有理财纹。理财纹位于感情线上方平行存在的一条线，有此手纹的人偏财运好，多善于投资，能在金融行业上获得不错的地位。这类人具有毒辣的眼光，一旦找到合适的项目，一定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但若是理财纹过短，或者是理财纹中间有间断，则说明此人的偏财运不强。若是做投资理财，很有可能就会赔钱。若是创业，想要一夜暴富的机会非常少。三、掌中有直觉线。直觉线又称神秘纹、灵感线，是一种很罕见的手纹，通常起自月丘而向掌心垂直或弯曲，再延伸至小指下方的水心丘，也有是只出现在月丘上，大多是弧形状。手中有直觉线的人也有一夜暴富的好命，因为这类人对于商机很敏感，能够判断出哪些项目是值得投资的，
往往在别人还没有发现商机的时候，就已经挣得盆满钵满喽。4. 有横财纹。横财纹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一条可以横财的纹。横财纹位于大拇指关节位置上，明显的横纹，有此手纹的人多具有不错的偏财运，这类人的运气比较好，身边若是有抽奖很有可能中大奖。但这种人偏财运多是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够成功，让自己在保证正财稳定的前提下提升自己的偏财运，多属于兼职的收获多。但若是没有偏财纹，我们就需要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并改善自己的财运。5. 食指下方出现了米形纹路。米纹路也称作为米字纹，是非常罕见的一种手纹，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手纹。如果你的食指下方部位出现了米字纹，意味着你此生的财富运势亨通，并且有很大概率可以发横财。因为米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命中有横财，所以这种手相的人更有可能发横财，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更大。6. 手上有赌运纹。赌博运气线也是手掌线之一，它的位置通常是无名指第一指节附上的直线，可能是一条或几条。如果你手上有线，那就意味着你运气好，运势好。只要有这种手掌特征的人参与赌博，他们通常能够赢得更多，损失更少，并且经常伴随着好运。然而，如果一切都太好，我们也应该学会停下来，不要太沉迷于它，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导致竹篮水空，没有好处。7. 手颈线清晰现花心。手颈线也就是手腕线，这条线位于手的颈部，通常有3条。如果此线完整而明朗者，代表有财富和幸福；若是3条都清晰明朗，而且在手腕线的第1条上出现花心，就显示此人财运不同凡响，有可能靠着横财而暴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发横财的概率会大很多。8. 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赚来财富。假如太阳丘处有星纹，且与婚姻线有连接，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如果太阳丘处有星纹，且与太阳线有连接，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赚取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的如何。9. 2条玉柱纹。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下边，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下边，是晚年得运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年纪轻轻的时候目标性不强，不懂得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法很多，容易一事无成。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变得清晰，并能为之奋斗，中年会因为碰到机遇而成功。这种手相越是到晚年，好运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又孝顺，晚年福禄皆沾。10. 田字纹。一个人的手相当中，在生命线、事业线附近的位置，若是出现闭口的田字纹、口字纹，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房产运势比较强，家里的田宅位置富足，自己也会有能力有责任，日后就算是在投资理财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太低。而且田字纹长得比较清晰的人，比较容易从事房地产行业工作，日后发财也会比较富足。11. 人缘线。人缘线位于手掌的外侧，由手掌外侧向掌心内延伸的一条线或是多条的弧线。而一般情况下，长有这样手纹的人，大多数的人缘都会非常的好，懂得如何与身边的人交往，甚至还能够利用手里的资源来创造价值。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差钱，自己也是不会缺钱花，命中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事业自然是也会越来越好。12. 双鱼线。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而在手相当中拥有这样的手纹，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智力高超，思维缜密，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日后的发展也都会非常不错。而且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官运亨通，
日后必定会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一辈子都不愁钱，自己也不会差钱。所以这样的人命中有大富贵，只会越过越富有。13、十字纹。在手相当中，若是一个人的食指下方的位置长有十字纹，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必定会成为佼佼者。而且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做事有原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处处都会拥有极高的发展。所以大多数的情况，这样的人不差钱，自己也不愁钱，日子只会越过越富有。14、大拇指下方出现菱形纹路。大拇指下方出现菱形纹路是非常罕见的，几乎很少会有这样的手纹特征。例如大拇指的下方出现了菱的纹路，这样的手纹就十分的罕见。而这样的手纹意味着个人的横财运很好，代表着他们命中的财富运势很强，并且横财运亨通。因此通常来说，这样的手相特征的人可以有发横财的机会，若是可以好好把握住机会的话，一夜暴富不是没有可能。因此这种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夜暴富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的。15、偏财纹。偏财纹一听大家就能够了解，这是一条能够得到偏财的掌纹。偏财纹坐落于拇指骨关节部位上显著的纵纹，有此掌纹的人多具备非常好的横财运。这种人的运势比较好，身旁倘若有抽奖活动，很有可能会中头奖。但这种人的横财运多是依靠自己的认真工作才可以取得成功，让自身在确保偏财平稳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横财运，多归属于做兼职的获得多。但若是没有正财纹，大家就必须认真工作来改进自身，并改进自身的财气。16、太阳线的末端弯向小指，一夜暴富。如果太阳线的末端弯向小指旁，可以说是有着很好的天赋和能力的，而且也拥有许多的特殊技术才能，有机会获得大笔财富，经营小本生意可以发财。太阳线末端弯向大拇指的根部，这种人属于是投资家，可以在不动产、股票等投资中获得大笔的财富。如果太阳线与命运线接连在一起，运势会更强，所以一夜暴富的情况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